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巧造咖，我是巧儿。今天呢，要跟你分享吐司界的奢华代表，不加一滴水的布里欧国王吐司。如果呢有吃过布里欧吐司的人就知道，它的口感呢在吐司界就是自成一格，非常的松软轻盈，然后不用抹奶油，只要轻轻烤一下，整个房间呢都是奶油香。那今天跟你分享呢2种经典的整形手法，2种都非常漂亮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我们现在来称料。那布里欧的特色呢，就是它一滴水都不加，它所有的液体呢来自于牛奶还有蛋液。如果有 follow 我的社群的话呢，就知道我最近都在做工作室的装潢，还蛮辛苦的，因为水管爆啦、电表坏啦、零件啊等等都需要换修，然后就忙得还蛮累的，然后让我呢就很想要吃好吃的犒赏自己。因此才会想说，那我要来做布里欧吐司，也很久没做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除了用了全蛋之外呢，还会用到蛋黄，因为布里欧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它油脂很多，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会用到很好的奶油。影响布里欧好不好吃的一个关键材料就是它。奶油，因为它的奶油比例呢还蛮高的，因此我觉得做这个品项呢蛮值得投资一条品质好的奶油。那我今天使用的奶油呢是欧洲奶油，然后产地呢是法国。欧洲奶油的特色呢就是它规定一定要82% 以上的乳脂肪，所以它的脂肪比例呢比一般奶油还要高。那它是发酵奶油，所以又比一般奶油呢有一个独特的香气。那做布里欧吐司呢，加入奶油的时候，奶油的状态非常关键。第一个呢，它要是室温，要有点软软的，因为待会才容易跟面团融合在一起。再来呢，它要小块分次加入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先把它切成大概1公分或2公分大小的小块状。然后呢，我们边备料边切它，这样待会呢加入面团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是软化了。来打面团咯，高筋面粉、速发酵母、糖、盐、蜂蜜、全蛋、蛋黄，一边低速搅拌，一边慢慢的加入牛奶。布里欧其实算是进阶版的面包，但今天的影片呢会分享很多小诀窍，让新手呢也可以成功。现在呢就可以看到，就是它低速打了4分钟的状态。然后布里欧面团，你可能会觉得说好湿哦，打不起来，不要担心，它是正常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会有2个方式让大家面团呢，比较好打起来，然后也不会让面团过热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勤于刮缸。那刚刚一开始在加材料的时候呢，牛奶呢慢慢加入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因为我之前有做过，就是一次把牛奶全部加完的话呢，面团会真的很湿，然后会真的打得蛮久的。所以在一开始加入那个材料的时候牛奶就慢慢加，帮助还蛮大的。那如果你忘记了一次加完牛奶，其实也没有关系，也是可以打得起来，就是时间要比较久一点点。但是很多食谱呢都会写说，用低速打了30分钟，其实是不用那么久啦。那我们尽量还是要缩短它搅拌的时间，不然面团的温度可能会比较高。那低速打了4分钟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转成中速，大概呢要打个7分钟、8分钟，计时一下。那现在呢是它打了中速打了7分钟之后的状态，可以看到呢
还是有点黏，底下都还没离缸，没有关系。那为了避免它的面团的温度过热，因为机器会一直有摩擦温嘛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让它静置，自我水解15分钟。那现在要加奶油了，那奶油的状态很重要，就是要已经有点软化的状态，所以你看这样，轻轻用手指一压。可以压出这个凹痕，然后奶油呢，因为分量比较多，所以要分次加入。像现在可以看到，我们刚刚加入的那个奶油啊，已经都被面团混合进去了。这时候再加入更多，这里呢就算是布里欧面团就最关键的步骤，因为如果一次加入太大量的奶油的话，面团就会变得很油，然后很瘫软，然后打不起来。所以这边呢要最有耐心，所以整个加奶油的时间呢，有时候大概2-3分钟，因为你就慢慢这样加。那大家要记得刮缸哦，勤刮缸的话呢，那个面团呢才会尽快打好。然后奶油差不多都吃进去之后，我们就转成中速。那中速呢，大概打了3分钟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再用高速打个3分钟到5分钟，直到面团整个离缸，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光滑。布里欧怎么样判断它面团已经打好了？就是它整个已经离缸，然后你看到呢，拉起来的时候，它会慢慢的从这个搅拌钩这样溜下来，然后非常的咕溜咕溜，然后面团非常的光滑。那布里欧面团呢，是号称可以拉出所谓的手套膜，你可以看它非常非常的大，有没有？很透光。整出这样子很光滑的表面，然后发酵盆先涂一点奶油，收口朝下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呢在室温发酵了大概40分钟左右的状态。那你可以发现说，好像没有长大很多。对，这正常的，因为布里欧面团呢，就是奶油多，然后糖多，蜂蜜多，这些都是酵母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的食物。但经过了冷藏发酵1个晚上之后，你就看到它的那个长大非常的多。你看这2个比起来，有没有比较差蛮大的？所以呢，要给它一点时间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可以把这一盆进冷藏发酵，那另外一边是我昨天做好的。然后你在室温呢，给它放个10分钟，让它不要这么冰，我们就可以来操作了。美好的事物都是需要等待，就像那个棒蛋糕，很多人会说，也不是很多人会说，就真的就是当天做的没那么好吃，放1夜之后更好吃，因为糖啊、奶油啊、面粉这些都需要时间让那个味道融合。那布里欧面团呢也是这样。好，那就这个进冰箱。模具先涂奶油，帮助之后脱模。那今天的分量呢，会做2条12两吐司，因为1条绝对不够吃。小当家呢，瞬间就可以解决半条了。打点手粉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2种布里欧吐司的整形方式嘛，因为这2种我觉得都好美哦，无法割舍。那第一种的话呢，就是我要做最经典的，叫做布里欧国王吐司的经典造型。那它源自就是法国西南方，其实当初听说发明的是一些僧侣。然后最简单这个整形方式呢，只要滚圆就好了。我想可能僧侣对于整形都没有太大的要求，但做起来其实很漂亮。
那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我们常看到经典的三形吐司的造型。那三形吐司做完呢，它表面会崩崩的，有那个很漂亮的光泽。我们现在做第一种，第一种的话呢，就是8个小圆形，8个算错了，6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那每个呢80克，所以我现在大概先切一半。真的好喜欢那个布里欧面团，看这样很像那个幸运饼干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要继续切了，不要分心。OK。好，我们要切6个，所以大概。滚圆，稍微拍一拍，把气泡排出。基本上呢，就是利用虎口跟桌面这个摩擦力，让面团呢在中间这样子滚圆。那布里欧面团，因为它奶油成分比较多，从一开始就一直强调，那它就是容易有时候会有一点油油的感觉。这时候你如果觉得说有点油沾粘手的话，就撒点手粉。但是它其实蛮好塑形的，它有点像就是粘土这样子的感觉，跟一般那种面团可能比较 Q 弹的感觉不太一样。那也可以利用刮板帮忙。好，6个很可爱的圆形准备好，就放进我们的模具里面。第二种整形手法就是三形吐司，那它就是3个，所以平均分成3个，大概呢最后就是在160克到165之间。也是一样，拍一拍，把气泡给拍掉，然后稍微厚薄平均，然后第一下折过来。第2下折过去，所以像这样的样子。这样擀卷完之后，待会我们要把它擀长，需要让它稍微静置、松弛一下，面团才会比较容易擀开。所以我们就休息个10分钟，盖上布，避免面团干掉。好，那是请出擀面棍的时刻，记得一定要有手粉。然后三形吐司啊，在擀卷的时候呢，尽量呢不要让它太宽，要走长的路线，因为这样子你的折数才会比较多。然后太宽的话，有时候会塞不进我们的模具里面。好，这擀得很漂亮。看漂亮的这一面，让它在外面，嘴巴面。那我们来擀卷，尽量让它平整，不用太大力，就是让它顺顺的。最后这边，把它稍微压平一点点，然后擀卷下来的时候，用大拇指封口，封口朝下，封口朝下。那我们整形完了，现在要来做2次发酵。那这个布里欧面团呢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2次发酵呢，不要过发。因为一般做吐司的时候，我们会很习惯发到模具的8分满，甚至9分满。但是布里欧吐司呢，它这里面多奶油啊、蛋都是很会膨胀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呢，只要发到大概7分满就好。7分满呢，大概就是比你2只手指头再低一点点，所以你可以稍微比一下。2次发酵中慢慢长大。
2次发酵呢，我发了将近2个小时，30度左右。那你可以看到它高度呢，比一般的吐司其实低蛮多的，大概都你看有超过2指以上的高度。不过这就是我们要的高度。那我现在来刷蛋液，然后蛋液的话呢，其实也算得蛮刚好的，因为如果你跟着我的食谱做这个分量的话呢，蛋液还会剩下一点点，所以现在呢刚好可以来刷面团的表面。刷完蛋液呢，它就会看起来亮亮的，烤完有一个光泽，漂亮。刷蛋液的时候手要轻一点哦，因为其实现在面团呢，它表面还蛮脆弱的，所以要轻轻刷。那这个珍珠糖呢，它的特色就是它烤完不会融化，所以它有一粒一粒的白色的那个糖的结晶，还蛮漂亮的。耶，可以撒多一点点。然后它烤完之后，它会有一个脆脆的口感。那珍珠糖呢，除了就是撒在面包上啊，甜点也会用到。如果有看过那种珍珠糖小泡芙，泡芙上面它也会撒这种糖。那我们就进烤箱。上火摄氏160度，下火200度，放在烤箱最下层，总共呢要烤40分钟，不要提前出炉哦。表面呢，如果已经像现在很上色的，就可以盖一张铝箔纸，大概呢会是在烤到15分钟的时候，所以可以确保。单一烤温的话，用170度。布里欧大概是烤箱膨胀幅度最大的吐司了，它真的会像气球一样长大3到4倍。最后呢，大概5分钟的时候，把锡箔纸拿出来，让它表面可以上色。出炉。2种造型的布里欧吐司，留言跟我说你比较喜欢哪一种？我喜欢呢把它们烤得很上色，特别是国王吐司跟白白的珍珠糖呢会有一个对比。3型吐司的造型，吐司切片呢会有一个蘑菇头的样子，蛮可爱的。它柔软到可以直接对折好几次也不会断掉哦。如果直接野蛮一点掰开的话，可以看到它牵丝的绵密组织。欢迎来到本次的怪奇4点闪。那一般吐司呢，遇到问题可能会说啊，烤箱的时候长得不够高。可是布里欧吐司呢，我遇到问题就是长太高。所以呢，像你看这一次的吐司呢，我特别留下来，就是它在2发的时候发太过了，可能大概发到8分满，然后我还来不及就是进炉，然后导致在烤箱的时候它就会膨胀的非常的高。其实它还是蛮美的啦。不过呢，就如果你要鸡蛋里挑骨头，你可以看到说像这个。有没有？它因为长得太高之后，它这边就会有点凹下来，然后表面呢就是没有它那么的漂亮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就是布里欧吐司的话，就尽量大概是发到7分满的时候就要进炉。耶！终于可以坐下来享受自己现做吐司的时间，泡上一壶小玉红茶，吐司上面放一块欧洲奶油，淋上台湾荔枝蜜。我喜欢奶油配蜂蜜的吃法，真的好好吃。吃起来呢，有一种像吃云朵一样非常轻盈柔软的口感。吐司呢不用回烤，直接吃就非常的湿润美味。既然今天用了品质很好的奶油，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个保存奶油很好用的小物，就是法式奶油盅。那它使用的方式呢，就是你把奶油放在这里，然后这个小盅里面加水，然后倒扣的时候啊，这个水就会防止奶油接触空气啊，还有细菌滋生。那这样呢，就可以在室温保存奶油大概1到2周，然后随时你想要有这种室温很完美的奶油状态，就可以使用它。
配方列在影片下方的叙述中，还有部落格内。希望你喜欢，有事做的话欢迎跟我分享。我的工作室装潢进度也差不多了，完成之后呢，会再用影片跟大家开箱一下。我是巧儿，我的目标是用手做美食传递满满的幸福感。我们下次见咯，Ciao。